嘿嘿嘿，我是 Jerry。你曾经有过人生活到了一半才有亲戚跑来找你认亲吗？才发现原来你还有20-30位大陆的亲戚一直都知道你存在哦。这支影片分享给大家我的故事。在7年之前，我意外得知了我有大陆亲戚，以及在4年之后，我亲身走访我阿公在浙江出生的故乡。在我出生以前，我的阿公就已经过世很久了。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我的阿公是一个浙江人，来自一个浙江叫做李家村的地方，可能那边很多人姓李吧。随着国民政府迁台以后，来到台北认识我的宜兰人阿嬷，心中从来没有对他半点的具体描述与刻画。阿公对我而言就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在2014年某一天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群号称我大陆亲戚的人惊懵大吼来到我台北的阿嬷家。原来阿公在大陆最小的妹妹还在世，70多年来一直惦记着阿公，也一直都知道我们的存在，一生都盼望着会不会有机会能够跨越海峡来跟我们相会。摸不着头绪的我们还画了一张复杂的关系图。我的阿嬷是最右边这个姓江，再来的话是我的阿公，再来的话是我阿公的弟弟，现在还在世，然后再来左边的话是我阿公的小妹妹，我叫她姑奶奶。姑奶奶嫁给了姓张的，有5个小孩。这次有来台湾的这一位是四表姑。只有阿公的妹妹的老公跟其中一位姓张的最小的弟弟留在了大陆，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来了台湾。也才知道原来是因为1988年通邮之后，阿公的妹妹通过姓张的这一家人来到台湾，取得了联系，所以一直知道我们一家人的存在。所以回到这天晚上，为什么他们有办法来找到我阿嬷，也要感谢这家人的帮忙。其实大陆绝大部分城市的居民如果要来台湾都必须跟团，不能自由行，他们还要办理通行证、入台证，缴交一堆资料，等待名额是困难重重的，所以他们当天也只能短暂的来访。我记得那天晚上讲闽南语的阿嬷跟讲浙江话的姑奶奶鸡同鸭讲，只能透过我跟四表姑中间勉强翻译。然而此时无声胜有声，姑奶奶对阿公尘封了数十载的回忆跟情感溢于言表。那天晚上，表姑匆匆地留了电话，但是谁也没有预期会打给谁，毕竟很难再来第2次了。而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去大陆工作，直到4年后，2017年因为苹果在 LinkedIn 上找我面试，开启了我去大陆工作的契机。在大陆工作1年后的2018年某天，我突然脑海闪过2014年大陆亲戚去台北的画面。我依稀记得好像那时候有留联系方式，当时我下班回家就马上把相片翻了出来，看到了唯一一个+86大陆号码的联系方式。其实我也忘记了这个人是谁，想说既然人已经在大陆了，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去爷爷的故乡看一看呢？所以我当天就打了过去，也才厘清这支电话的主人是四表姑。他接起电话，我问他：您4年之前是不是有来过台北？我阿公是李，我是的孙子。他马上叫出了我的中文名字。电话里我也说了我想要有机会去爷爷的故乡看看的这个想法。电话的另一头，四表姑非常的振奋，也非常开心，说非常欢迎，也马上加了微信。后来有一次有机会去上海，周末想说搭个几个小时的动车就可以到浙江了，所以我就和四表姑通了个电话，跟她讲我想要去。她还说在我当时打给她第1通电话之后，她马上就跟全村的人讲了，全村的亲戚们都非常兴奋，期待我过去。而我也很期待，也有点忐忑的就去了。今年年初在我家分享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朋友问说，会不会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会不会到最后发现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没有啦，有啦，因为等一下有证据。有验证，融在一起，然后全村的鼓掌。没有融在一起要赶出去，是泥盘，他们泥盘，甄嬛传。这水一定有问题。不过不用滴血验亲，这是有证据的，请继续看下去哦。而终于在2018年的12月8号，
我从上海搭了1个半小时的动车，折腾着来到了浙江。表姑和表姑丈提前了1个小时来到义乌车站等我，还要再开大概40分钟才可以到浦江县。他带着他的儿子。顺带一提，因为我们都学过大陆有一胎化政策，在大陆那边叫做计划生育，所以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大儿子，与这个小表弟相差18岁，是在他们2胎政策开放以后才生的。当车子慢慢驶入浦江，阿公的故乡，记忆中的李家村，我看到柏油路渐渐转变成石板路跟泥地，看到了许多类似台湾透天厝的房子。第一站是先回到四表姑的家放东西，而四表姑早就预备好了，在桌上有现成的鸡汤还有家常菜，这真的是我在大陆吃过最好吃、最有人情味、最道地的菜了。第二站来到83岁的小爷爷家，也就是我阿公的弟弟，或者称为叔公。见到了小爷爷，我握着他的手，顿时红了眼眶。我仿佛见到了我出生前还来不及见到的阿公。小爷爷一见到我，立刻拿出了红包。我再三的推诿，还是拒绝不了。小爷爷还是在政府单位工作过的，家里还挂着一块光荣退休的匾额。小爷爷的儿子，也就是伯父，随即拿出了一纸破旧的纸袋，仔细的拿出里面存着一叠的旧照片。我诧异了一会，竟然是我爸妈当年的结婚照片，还有我跟弟弟出生的照片。拿起了其中一张，翻到背后，竟然还发现写了我的中文名字，还注明了3岁生日。听说是姑奶奶的夫家，当年跟着我的阿公一起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张姓那一家人，在1988年通邮之后辗转寄回去的。原来他们都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故事看到这边就知道不用滴血认亲了。走出了小爷爷家，抬头一看，才发现真的是写了李宅。后来表姑也跟我说，这个地方不叫李家村，是李宅村。傍晚，四表姑载我到了二表姑家，看到了当初来台北找我阿嬷的姑奶奶，神清气爽的。姑奶奶一看到我，也是立马掏出了一个大红包，和姑奶奶、二表姑、四表姑的一家人吃了火锅，好不热闹。自己先喝完。本来想说晚餐结束，四表姑丈就要载我去杭州的，但是当晚呢，突然外面下起了大雪，连很多公路都封起来了。于是我就在浦江待了1天晚上，在四表姑家，也才还有机会有时间去到了家里开杂货店的三表姑家拜访，还拿走了很多浙江的土产。尽管当天夜里气温掉到了0度以下，四表姑家也没有像都市那样现代化的热水器可以洗澡，但是那天晚上心很暖，也很充实。而且隔天起床的时候，四表姑已经准备好了桂圆汤，还有自制的手工馒头跟豆花。后来四表姑丈开了3小时的车载我到杭州，因为我的台胞证不小心在我从上海来浙江的路上遗失了，所以我人必须那个周末滞留在杭州补办台胞证，也因祸得福的可以在我的好朋友 Jeff 家蹭饭蹭住。当天还和他一起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工作的一群疯子朋友们逛西湖雪景，苦中作乐。好幸运有机会可以踏足阿公的故乡，尤其是一个人在大陆工作，那次真的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子到大陆人家里围炉吃饭，尤其是在下雪的异乡夜晚，特别觉得温暖。更开心的是可以跟人生从未期待过、从未认知过的亲戚们相知相遇。70年前，浙江的李宅村的人们都知道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哥哥被国民政府征召去当兵了，去了台湾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渺无音讯的直到了通邮通航，直到了姑奶奶亲自来到了台北找我们。即便记忆中他的大哥哥早就已经过世了多年，而70年后我亲眼见证了时间与空间的洪流不曾停止牵移拉扯和撕裂着什么。然而所幸人们的记忆跟情感总是那最坚定不移的砥柱。1年后的2019年，我也想带着我的爸爸一起回到阿公的故乡，因为我觉得他才是那个最应该千里寻根的人。我帮爸爸买了机票，爸爸都飞到了上海。本来已经和小爷爷的孙女在上海4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堂妹都约好了周末一起从上海搭动车回浦江。万万想不到，在我爸来到了上海之后，利奇马台风
风从台湾北部擦肩而过，来到上海登陆了。那个周末连动车都取消了，我也差点回不了成都。我们只能在上海跟堂妹吃了早餐，当时跟堂妹也算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还同年。后来我也把这个故事 po 在了朋友圈，也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们其实有类似的故事，也从大陆的朋友们那边听到他们祖父辈类似的故事。你们家也有类似的故事吗？或者你也曾经遇过人生过到了一半，突然有亲戚跑来找你认亲的故事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哦。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在下一个。太坏了吧！下地狱就讲的。应该会被真理攻击成，所以大老远跑来。